不知道还记不记得2026年7月的时候，那个你打开手机看盘软体的心情？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忘不了那一片绿油油的惨况啦。我那天真的是差点没把手机给摔了，整个台股大盘单日创作6.47%。对，而且特别是半导体类股，简直是血流成河。没错，我当时看着那个未实现损益，心里就在那边疯狂碎碎念，想说完蛋，难道我又当了一次无情的韭菜被收割了吗？其实啊，看盘软体上那些绿色的数字，它只是一连串骨牌效应的最后一环而已。结果我发现，引发这场台股大地震，甚至把全球半导体龙头股价打到快跌停的元凶，居然是一项几乎免费的中国 AI 模型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对吧？超荒谬的啊！免费的东西居然能摧毁几千亿的市值。其实，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来看，这已经是相隔短短18个月内发生的第2次相同剧本了。哇，第2次？对，第一次是发生在2025年1月，当时是 DeepSeek R1 这个模型。哦，有印象。所以这2次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股市的剧烈波动嘛，但本质上它是一场已经在科技圈延烧好几年的那个AI 路线之争，就是到底 AI 这种极度消耗资源却又拥有超强能力的技术，应该要开源给全世界免费使用，还是应该紧紧锁在几家科技巨头的保险箱里面？这场争论其实正在悄悄改写你的职场，甚至是你账户里那个投资组合的游戏规则。我们就先从这个造成恐慌的源头开始说起好了。你刚刚提到2025年1月那一次，我记得那时候辉达的股价好像在几天内就跌了将近20%，对吧？对，跌得很凶。当时中国有一家 AI 公司叫深度求索，英文是 DeepSeek， 他们发布了一个名为 R1 的推理模型。这个模型在各项独立评测里面的表现，几乎跟当时最顶尖的美国闭源模型平起平坐了。更让市场震惊的，其实是它的商业模式。它的模型权重是开放免费下载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架设，对吧？没错，你可以自己架，而且就算你不想自己架，你用他们官方的 API 服务，那个收费也是远远低于当时欧美大厂的市价。如果今天市场上最强大的 AI 几乎是免费的，那些靠着收费 API 在赚钱的 AI 公司，凭什么享有那么高的估值？就是这个逻辑。对啊，买他们股票的人当然会吓到夺门而出嘛。然后同样的恐惧，在今年，也就是2026年7月，又上演了一次。而且这次力道更猛，这次是月之暗面，对吧？没错，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开幕的前夕，北京这家新创公司月之暗面，英文叫 Moonshot AI， 他们释出了旗舰模型 Kimi K3。这个 K3 的规格到底有多恐怖？我看到资料上写了一堆数字，它的规格非常惊人，它有2.8兆个参数，哇哦！并且采用了一种叫做混合专家架构的技术，然后它还支援高达100万个词源的上下文视窗。等一下，100万个词源，这个我听得懂。这等于是你把好几本厚厚的原文书一次全部塞给他，他都能帮你读完跟处理。对，差不多是这个概念。但那个什么混合专家架构，听起来很像是一群教授坐在伺服器里面开会，这到底是什么黑科技啊？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超大型的综合医院。过去的传统 AI 模型就像是一个必须看懂所有疾病的全科医生，你每问一个问题，他大脑里所有的神经元都要启动一次去思考，那样一定超级消耗算力的。没错，极度耗电。而这个混合专家架构，英文叫 Mixture of Experts， 它就是把模型拆分成很多个专科部门。哦，分门别类的概念。对，所以当你今天丢出一个关于写程式的问题时，系统就只会唤醒写程式专科的那几个神经网络来回答你。这意味着Kimi K3 虽然有2.8兆个参数这么庞大，但它每次运作的时候，实际启动的参数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而已。哇，也就是说它不仅超聪明，还极度省电跟省成本呢。所以这大幅降低了运算成本，却还能维持极高的效能。难怪它一出来，隔天的 WIC 大会虽然有上千家企业参展，但整个金融市场却是一片恐慌。等于是 Kimi K3 又再次引发了大家对 AI 投资回报率的疑虑嘛。再加上当时半导体原本就已经有卖压了，直接导致台股重挫6.47%，然后美国半导体指数也宣告进入熊市，连续2次都是这种接近免费的模型，把科技圈跟金融圈搅得天翻地覆。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游戏规则被打破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在那边喊开源开源，但我看了我们手边的这份笔记资料才发现，这水真的很深呢。我看到资料里面有一个蛋糕理论，就是说这就像是今天有人送你一颗做好的超级好吃的豪华大蛋糕，你可以直接切来吃，然后你觉得不够甜，你还可以自己加几颗草莓。这个加草莓就是业界说的微调啦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根本拿不到这颗蛋糕的食谱啊，你也不知道它面粉是用哪一家的，里面有没有加什么诡异的化学秘方，你通通不知道。如果我们用技术的角度来拆解这块蛋糕，其实 AI 领域在讲的开放，它包含4个完全不同的维度。第一是模型权重，第二是训练程式码，第3是训练资料，最后第4个是推论程式码。
所以现在大家在喊的开源是哪一种？其实都只是开放了第一种，也就是模型权重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把 AI 训练好之后的那一堆几兆个参数数值交给你。有了这个，你确实就可以自己架设起来用。但最关键的那些食谱呢，就是它是怎么变聪明的那些资料，几乎没有公司会公开训练资料的。为什么？怕被抄吗？抄是一回事，这背后牵涉到极其庞大的商业机密，还有版权争议。啊，版权对。你想想看，这个 AI 到底看了哪些新闻，爬了哪些网站，有没有用到有版权的图片或文章？一旦公开，马上就会被一堆公司告侵权，告到死吧？没错，漫长的侵权诉讼。所以根据 OSI， 也就是开放原始码促进会的严格定义，真正的开源不只要你的授权条款是开放的，你还必须提供完整的训练程式码，甚至要交代清楚资料的处理方式。那这样听起来，现在市面上的开源根本不合格啊。对，包含 Meta 之前很红的 Llama 系列，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Kimi K3， 他们都有商业使用上的限制，而且也隐藏了训练资料。所以严格来说，这只能叫做开放权重，也就是 Open Weights。这其实是一种假开源，你只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但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被养成的。既然训练一个这么强大的模型，动不动就要烧掉几千万甚至几亿美金的算力，那为什么像 Meta 或者是这些中国实验室要当圣诞老人，把这块这么昂贵的蛋糕免费送给大家吃？这听起来很不合理，对吧？对啊，这完全不符合资本主义的逻辑啊！不赚钱的生意谁要做？这就要回归到各家巨头他们的核心收入来源来看。其实这是一场极度复杂的商业无间道。我们可以把现在台面上的玩家分成两大阵营。首先是闭源阵营，他们的商业模式很直接，就是靠卖模型本身，或者是把模型绑定在自己的生态系里面来赚钱。像是 OpenAI 那样吗？没错 ，OpenAI 是最典型的代表，他们靠大家的订阅费和企业用的 API 来获利。那另外像 Anthropic， 他们就是主打企业级的安全护栏。那 Google 呢？Google DeepMind 则是把 AI 绑定在 Google Workspace 和 GCP 云端服务里面，他们是靠整个生态系在赚钱。对他们来说 ，AI 模型就是商品本身，如果开源了，就等于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嘛。那另一边开源阵营呢？那些把几亿美金打水漂的公司，他们到底在图什么啊？我们以 Meta 为例好了，这其实是一个极度精准的商业战略。你觉得 Meta 的核心获利来源是什么？广告啊，我们每天滑 IG 都在看广告。他们根本不打算靠卖 AI 模型来赚钱，所以把 Llama 模型开源出来，对他们来说是把 AI 变成一种通用商品。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把 AI 免洗块化了。反正我不靠卖 AI 赚钱，那我就把 AI 变成免费的，让大家随便拿去用。这样一来，那些靠卖 AI 赚钱的对手，像是 OpenAI， 他们的定价空间就被彻底打坏了。对手赚不到钱，但 Meta 自己的广告收入又不受影响。这招真的超狠的。那其他开源玩家呢？大家都有各自的算盘啦。像是欧洲的代表 Mistral AI， 他们是靠开源模型来吸引免费流量，然后再去卖企业版的高级服务。哦，先试吃再收费的概念。对，那阿里巴巴的 QN 系列就是为了让开发者习惯他们的模型，最后引导你去买阿里云的云端伺服器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啦。没错，至于引发这几次市场震荡的 DeepSeek 和 Moonshot AI， 他们则是用极低的成本在各大排行榜上面疯狂刷榜，刷存在感就对了。为了快速抢占全球的话语权跟影响力嘛。好，这些巨头们在上面神仙打架，其实最切身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今天要为自己的专案或者是你的公司做决定，到底该选哪一边？这真的是很多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。对啊，开源听起来很香免费又自由，特别是资料治理方面，开源最大的好处是资料不落地，对吧？对很多大企业来说，这往往是刚需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把模型架在自家公司的伺服器上，而且没有联网外，那你们机密的财务报表啦，还没有公开的研发资料，就绝对不会传到别人的云端伺服器上。这点真的很重要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客制化的微调。你可以把公司专属的医疗术语或者是法律文件喂给他，让他深度适应你们自己的业务。听起来很完美，但是你刚刚前面才说训练和跑这些超大参数的模型，动不动就要烧掉几千万美金的算力耶。是啊，如果我今天只是一家中型企业，为了所谓的资料不落地，去砸大钱买一大票顶规的 GPU 伺服器，然后还要养一堆工程师来维护，这 IT 预算难道不会直接破产吗？这听起来对一般公司超不现实的啊。你点出了一个非常犀利而且很现实的考量。这其实就是资本支出，也就是 CapEx 跟营业费用 OpEx 之间的终极拉扯。如果你公司没有足够的运算规模去摊提那些硬体成本，那你自己架设开源模型，确确实实会把你们公司的现金流给吸干。真的，这听起来就跟我们自己买 NAS 回家架影音伺服器，对比每个月乖乖缴钱订阅 Netflix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。自架 NAS 听起来超酷的嘛，资料全部都在自己手上。
但是如果你曾经历过半夜 GPU 驱动程式冲到，或者是网络设定突然跑掉，那真的会抓狂。对，真的会修伺服器修到想把电脑砸了。但你看 Netflix 虽然每个月要扣你的钱，可是你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马上就能看啊，没错，这也是为什么闭源阵营到现在依然非常强势的核心原因。也方便嘛。你选择闭源 API， 伺服器的维护啦、资安漏洞的修补啦，这些全部都是供应商的事。就像台湾有一大堆中小企业，他们选择用 Microsoft 365买订阅，而不是自己去买机器架设 Exchange Server。对啊，这不是技术做不到的问题，而是维护成本根本划不来啦。时间也是成本啊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，就是合规性。像是金融业或医疗产业，他们通常需要 ISO 27001或者是 HIPAA 这类的资安认证。如果你用大型闭源供应商的服务，他们可以直接提供这些稽核通过的 PDF 文件给你，就直接附上去就好了。但如果你是自己架设开源模型，你要怎么向稽核员证明你公司的伺服器机房是100%安全的？那整套认证机制的成本极度高昂，所以闭源未必是技术上最强的，但对很多公司来说，它是最现实也最能快速落地的起点。真的，理想很丰满，但现实很骨感啊。我们刚才谈的都是钱啊、技术啊，但如果你退一步想把这么强大、IQ 这么高的 AI 模型直接放上网让人下载，这真的安全吗？这绝对是目前 AI 安全研究者争论最激烈的地方。怎么说？开放派的人坚信一句话：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。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他们认为，只有把模型摊在阳光下，全世界的研究者才能共同去找出它的偏见跟漏洞，然后修补它。如果闭源的话，其实只是把漏洞藏在黑箱里面，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已。我能理解这个逻辑啦。阳光确实能杀菌，但是反过来想哦，如果我们今天开源的不是那种普通的修图软体，而是一份生化武器的制造配方呢？这个比喻很可怕。对啊，只要放上网被下载，这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嘞。我猜另一派，也就是封闭阵营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无法收回的毁灭性风险吧。封闭派的担忧确实就在这里，因为你要把开源模型里面的安全护栏拆掉，难度远远低于去攻击一个闭源的 API。也就是说，坏人很容易作恶。对，这让有心人士非常容易利用这些开源模型去生成大规模的诈骗脚本，甚至你说的危险化学品的配方。哇，这真的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。而且，当这些引发市场恐慌的模型是来自中国的实验室的时候，那个地缘政治跟隐私的考量就变得更复杂了吧？中国在2017年通过了国家情报法，它规定企业有义务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商会有疑虑。而且在今年2026年4月的时候 ，Kimi 甚至爆发过一次蛮严重的资料外泄事故。当时有一名使用者他在用 Kimi 处理文书的时候，系统居然在回复里面直接吐出了另一个使用者的真实履历。什么？而且是包含完整的姓名和电话号码。别人的履历直接吐给你，这太傻眼了吧？这在技术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根据事后的技术分析，这通常是发生在系统的检索增强生成的机制设计不良，或者是它的记忆块取没有做好隔离，就是资料混在一起了。对。当 AI 在处理大量并发的用户请求的时候，系统在调用资料库的瞬间发生了所谓的串联污染，这就导致 A 用户的机密资料被当成 B 用户的上下文给检索出来了。这对任何一家注重商业机密的企业来说，绝对是营运上的致命伤啊！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公司的机密企划书变成别人 AI 产出的素材，那还得了？没错，所以面对这类模型，企业到底该怎么防范呢？就完全不要用吗？这里必须厘清一个大家最常搞混的盲点，这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部署方式。我们必须把 API 云端版和下载权重自驾版这两个东西分开来看。如果你是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使用他们的云端 API 服务，那你的提示词跟你的上传资料确实会传送到别人伺服器上处理，这就存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外泄风险。但是如果你是把它的开源权重下载下来，然后安装在你们公司内部的伺服器上，就是完全的内部部署，而且你还拔掉外网连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资料就只会在你们公司的内网里面流转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模型是从哪个国家做出来的，不见得是死靴。你的资料有没有离开你的视线范围，有没有传到别人的伺服器上，这才是真正的底线。模型的来源不等于绝对的风险，你的部署架构才是决定风险高低的关键。听起来很清楚。所以总结来说，有3个灵魂拷问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定位。第一，你的资料到底能不能离开你的环境？第二，你们公司有没有足够的预算跟工程师团队可以帮你顾这些伺服器？第三，你需不需要针对你们产业做极度深度的底层客制化？如果答案都是要，那就花钱自驾；如果不是呢？现在大企业最务实的做法其实是混搭策略，设计商业机密的核心系统，你就花钱自驾开源模型，确保资料主权。
但面对一般外部服务或者需要快速反应的非敏感系统，就直接串接闭源 API 嘛。对，省去基础设施维护的麻烦。其实聊到这边，我觉得这2次把台股弄得大跌的事件，它背后传达了一个很清晰的讯号，就是 AI 正在经历一个从奢侈品变成基础设施的过程。没错，就像水和电一样。对，所以未来的竞争焦点可能已经不是谁家的模型最聪明了，而是谁能用这些神级的免费工具，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出最有用的东西。如果你现在手边随时随地都有一个智商180、懂各种语言、能帮你写程式、写企划，而且几乎免费的开源 AI 助理，简直是超人啊！在这样一个产出标准答案的成本已经趋近于0的时代里面，身为人类的你，还剩下什么能力是这个 AI 无法取代的？哇，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吗？是对未知事物保持好奇，还是在关键时刻拍板定案并承担责任的勇气？产出答案的成本趋近于0，这句话真的会让人起鸡皮疙瘩。看来我们与其每天盯着看盘软体，在那边担心自己是不是又变成台股韭菜被收割，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自己在这个 AI 基础设施化的时代里，到底还有没有那个不可取代的价值？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。没错，我们把整个 AI 路线的恩怨情仇彻底梳理了一遍。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就请你不要手软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让你的人生成绩单直接4柜爆表。没错，我们是你通勤路上的 AI 学长姐，不只是有梗，我们还很有料。留言区欢迎许愿你想听的课本冷知识或生活大梗，我们会用化学键把它记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喽。